那么这家健身房现在到底是个啥情况？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记者也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沈阳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Hello， 大家好啊！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健身房倒闭，准确的说呢是健身房跑路。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啊，有没有被人拦住过？然后姐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不？新开的。虽然呢巴西5公里一个足球场，美国500米一个健身房，中国呢50米一个大药房，但是在这个全民健身的社会里啊，中国的健身房呢也在逐渐的增加，并且被大众所接受。但是这个之后啊，还有一个可但是，就是随着健身房数量不断的增加呀，这个倒闭的数量呢也是逐年的增长。有报告显示啊，从2022年到2023年，健身房的倒闭率呢达到了13.3%。而我呀也不幸又中招了。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上课将近3年的一家健身房，这个奥斯风暴长白店宣布闭店了。还有去年夏天的时候啊，从他们家开业第1天到最后闭店呢，我在那上了5年课的赛顿健身2个店，铁西店和于洪店也全部闭店。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健身房跑路了。而我这2个月的课费呢，当然也是打了水漂喂了狗了。哎呀，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已经遇到过几家健身房跑路的经历了。诺克威尔健身、黑人健身、VK 健身、海奥斯健身，再加上这次的赛顿和奥斯风暴健身，还有一些我记不清名字的杂七杂八的健身房，没有10家也有个7、8家了。去年夏天的时候啊，赛顿健身和今年的奥斯风暴健身长白店前一天呢还在正常营业，卖着会员卡、私教课、游泳课。1夜之后呢，大门紧锁，人去楼空，只有一张通知呢贴在大门上，因为某某某原因健身房关闭，仅此而已。上千会员呢投诉无门，虽然很多人呢也去派出所报案，去法院起诉，甚至电视台还专门报道了此事，但是最后呢也是不了了之。会员们组织的维权群呢，一开始也是满腔热血，发誓要告他个倾家荡产。慢慢的呢，大家也被赤裸裸的社会呢磨平了棱角，群里呢慢慢也都是没有了消息，偶尔想起来呢也都是砍价和广告。而赛顿健身的老板李勇和老板娘徐平南，奥斯风暴的老板耿贵妃和法人王静，依旧把老赖的日子呢过得风生水起，甚至呢还举家搬到了外地以及出去旅游。这呢就是现实的社会。为什么现在的健身房不是在跑路，就是在跑路的路上呢？首先呢，我们来说健身房为什么会频频倒闭。这个行业的问题啊，说实话现在有很多。作为一个在这个圈子里啊混了将近10年，去过的健身房没有100家，也有将近80家的一个团操教练来说，在我看来呀，健身房倒闭呢其实是一种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首先健身就是一个反人类的事情。虽然健身呢会让你的外貌、身材以及心情呢有一个很好的变化，但是绝大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坚持长期健身的。80%甚至更多的人呢办了卡之后呢，也就去几次或者是10几次，基本也就完犊子了。这个办卡的钱呢也就打了水漂了。其实你有这个钱呢，不如刷给我。有人会说呀，健身的效果谁都知道，谁都想要变漂亮，谁都想要好身材，怎么能是反人性呢？因为人性啊就是吃懒馋，这是实话。惰性啊是刻在我们人类基因里的，葛优躺肯定要比普拉提舒服。而健身这件事呢，健身房不是关键，是我们自己长期的毅力和控制饮食。我身边呢有很多人一开始都是信誓旦旦买好了全套的装备，准备开始打卡，打着打着呢，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们自己就把这件事给忘了。还有啊，去健身房不光要花钱，还要花时间呢。现在大部分人的工作呢都是早9晚5，下班以后呢拿出2个小时去健身的这类人呢，绝对是出类拔萃了。而真正有钱又有闲的人呢，肯定是要占少数。所以呢，健身本来就是很小众的一件事儿。健身房面对卖卡的人群呢，就很有局限性。周围3公里以内可挖掘的客源饱和了，基本呢就剩下每天的房屋水电以及工资等开销了。而后期的费用呢，根本不能支撑这样的费用。这种早晚都是死的情况啊，晚死真的不如早死。直接带着设备关门跑路，或者是换个地方再来一次。而消费者呢，基本上是投诉无门的。跑路对他们来说呀，好像除了缺德以外，并没有什么缺点。而且这个年头啊，缺德好像也不是什么贬义词了，反倒是老实人才处处被歧视吧。可能有人会说呀，你拍这期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呢，我并没有什么目的啊，我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说实话啊，我被欠的课时费呢不是很多，而且我们这种团操教练呢也不差这点钱。但是我们应得的课时费呢，却是一节课一节课流着汗赚出来的。我们可以不要，但是你不给呢，那就是你缺德了。另外，相比我们教练的课时费啊，会员们被诈骗的金额更大，伤害性呢也更高。就凭这一点呢，给他曝光不过分吧。在这里呢，我总结了一下健身房要倒闭的几种迹象。
一、突然推出超低价的年卡、2年卡、3年卡、一辈子卡，或者是下辈子还能用的卡，最后一次榨取你身上的最后一点利益。二、尾声，如果说他的健身区域和泳池已经很久没有人收拾了，换衣间和洗浴区呢又脏又乱，已经看不到保洁了，并且开始频繁的停电、停水、停课，这个时候基本就是要不行了。三、当他的会籍、前台、教练频繁的更换，这背后一定有问题。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迹象再加上他们发出的一些公告，比如重新装修、泳池维护、消防整改等等，基本上就是要 BBQ 了。以上呢算是我给会员们和教练的一些提醒吧，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国家最神秘的部门有关部门能够真正的对这种预支消费的模式呢有一个直接和明确的管理，让社会上呢这些缺德的经营者呢无处可藏吧。当然呢，我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说，长期的健身呢，无论是在身心上和外貌身材上呢，都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改变。我们在保证稳定的同时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健身，一起运动起来，它会让你保持年轻，并且让你的身体有一个质的改变，而且对男性呢还有不可描述的好处啊。最后我想对欠我课费的那些老板们说呀，我记得关注再走哦。